美国想借这次所谓的民主峰会，再一次把全世界国家聚拢到自己的身边，听自己发号施令，想打一派拉一派，继续搞东西方的对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一期说的话题是名不正则言不顺，拜登的民主峰会彻底失败。12月10号，美国总统组织了全球民主峰会。拜登本打算把这次在线会议搞成100多个国家或政治势力团结在美国周围，指责中国、俄罗斯、伊朗等国的大会。然而整场会议却成了一个大笑话。邀请的100多个国家只来了80来个，受邀请的国家当中呢，有一大批还保留了皇权。会议直播在视频网站上一共只有几百人观看，远远不如我这段视频的观众多。而且应邀参会的阿根廷代表还臭骂了美国一顿，更不要提台湾当局的所谓代表展示了一张驴唇不对马嘴的地图，结果被封了号。对于这场所谓的民主峰会，西方媒体都忍不住引用孔子的名言“名不正则言不顺”来评论。美国已经失去了定义民主的资格，哪还有脸开这种会呢？这一次所谓的民主峰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是奥巴马政府期间提出的政策的延续。当年的奥巴马面对美国综合国力严重衰退的现实，提出了软实力和巧实力的一个概念。虽然说得很谦虚吧，但一头呢就是要利用美国的文化影响力、金融影响力这些软性的实力，来弥补美国军事实力、经济实力的衰退，进一步在全球维持它的霸权。所谓的美国文化影响力叫得最响的，也就是自由民主这一套东西。世界上现在很多人都认识到，美国式的自由民主是极其虚伪的，它是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一种制度，核心是为了美国的金融资本集团服务。与其叫做民主，还不如叫做钱主，谁的钱多就谁说了算。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美国的经济实力是全球最强大的。美国靠着这个独步全球的强大的经济实力，不但支撑了一支规模庞大的霸权军队，也通过各种各样的经济手段扶持了不少的外国代理人。在那段时间里面呢，美式自由民主看起来呢很是吃香，但是美国的民主本质上是有严重的缺陷的，那就是让全社会的财富都过度的集中到金融资本手中，严重的伤害了实体经济。长此以往，金融资本那就成了无源之水美国的经济和综合国力就必然要衰退美国政府为此采取的应对措施就是疯狂的开动印钞机，这又进一步的导致美国的经济问题恶化。2021年以来，美国的通货膨胀的指数不断的上升，社会矛盾越积越深。而在地球的这一边呢，中国坚持走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来越展现出它强大的生命力和适应性。自从疫情爆发以来全世界都已经清楚地看到，中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指引之下，不但成功地战胜了疫情，而且迅速地恢复了社会的正常秩序。所以连很多西方人士都承认，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才是真正真实而正确的，是真正为了最大多数人民服务的。这就在道义上、意识形态上对美国的所谓民主形成了沉重的打击。这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美国想借这次所谓的民主峰会，再一次把全世界国家聚拢到自己的身边，听自己发号施令，想打一派拉一派，继续搞东西方的对抗。且不说如今的信息网络时代，全球一体化已经是大势所趋，人为的搞对抗是很不得人心的。更别说你美国如今江河日下，实力是大不如从前了，自己的屁股是一大堆的不干净的。是非自有公论，人心皆有相背。全世界的人民和绝大多数国家都看清楚了，美国搞烂了世界，搞砸了自己，现在还要继续把全世界往火坑里赶。有几个傻子会跟着美国一条道走到黑呢？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